当时是想要在美国念完书又回来当律师嘛，但是因为发现了台湾法律史，所以我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在做转折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台湾不缺我一个商务律师，但是台湾就缺少我一个能够研究台湾法律史的人。这是为什么？我每年在法律史最后一堂课，我都会告诉学生多为台湾想一点点。坦白讲，我当年就是为了台湾多想那么一点点，我才会转行的。当我出国前，我骑摩托车，我不戴安全帽。我回国之后，我一定戴安全帽，因为我知道我这个脑袋不是只有属于我而已。我知道我必须为台湾做许多事情。我们的最高法院一直忽略了在台湾有这一种没有办理登记的土地所有人，所以他一直只有保障已登记的土地所有人，一直到去年112宪判字第20号，大法官才照着我在2001年所提出来的见解去做判决。推翻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法律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经常比喻说，就像数学、物理学对很多尖端科技来讲是基础嘛，所以法律史类似的，它是一种基础科学的研究，出于对在地社会的观察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去探求真实。你不用太在乎说它如何应用。台湾法律史的研究其实是非常严苛的。什么意思？因为你要懂很多的法律史，才有办法去掌握台湾。在世界上也有许多的关于法律史的理论，某种程度你也要去理解它。不过我是觉得在乎一心呐。假如研究者真的有意愿，还是可以克服。你要 read your heart， 读你自己的心，然后做自己。不要想什么热门不热门。因为支持做研究的就是两件事情，要有兴趣，要有能力啊！你跟着你自己的能力去走，通常就会有比较好的成果。台湾法律史资料的国际性也蛮重要的，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是一个叫淡金档案，那是我们台大最早把这个清治时期台湾地方衙门的审判案件的档案，把它数位化，然后公开了，所以。大概全世界会做传统中国法研究的人，都非常轻易的能够去看到那个。在我实际的经验里面，就至少有2位德国大学的博士生，因为有淡金档案的整个国际的流传，所以他来台湾找我。像这种学术档案的数位化，对国际交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我的专业里面还有个日治时期嘛，我们整理出了一个日治法院档案。那这个资料库到目前为止，也是日本、美国、韩国的研究者都会来申请使用，所以它也是等于吸引国际学界的注意。在国际上从事殖民地研究的、文化研究的，他们都会发现台湾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可以这样讲哈，我们越是跟外国学者或外国学界交流，外国学生越会来台湾，因为他们越知道台湾的多样性。他的议题可能在台湾会找到一些可做比较的素材，因为社会在台湾，或者说一些史料也是在台湾，所以就会吸引这些国际学生过来。我们台湾就是自由民主，没有任何的学术框架，对学者来讲就是天堂啊。我们台湾法律史的这种多元的性格，台湾法律史被大家所重视，是因为它可以跟很多人做朋友。台湾也可以透过这个去结交朋友，我们必须从世界来看台湾。那台湾的经验也可以给世界参考。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我这样子形容我自己：我是一个第一代开始除草、整理田圃的园丁。我能够做的很有限，需要的是后继者，能有更多人一起来灌溉这一亩田。1990年真的就是我一个人。有人说你不要选一个冷门的学科去念，我在做选择的时候门都没有，它根本不是冷门的，
根本连门都没有。所以其实我也挺高兴的，就是说今天已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坦白讲哈，我很多研究是学生给我提供蛮重要的史料，我才有办法展开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教学相长是很重要的。我跟学生的关系哈，真的是比较像朋友。所以我所指导的学生，我们毕业以后也会跟我一起用合宿的方式，我们找一个地方谈谈各自目前在做什么样的研究，然后会互相批判，互相提供有用的资料。现在是有一群人共同来做台湾法律史的研究，希望我们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协助整个台湾的学术界更加了解自己，把自己跟国外去做比较，接着找出我们自己最好。我要强调的就是台湾法学需要出筛，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地的研究者要用我们在地的素材去建构我们在地的知识。在民主的时代，这个价值的选择就是全民共同多数决啦，来决定到底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法律。台湾法律史长期以来不被关心、不被理解，造成了许多的不公平。等到威权过去了，台湾的民主化了，那终于一些人他们可以出来请求救济了，所以他需要一些时间。这就是随着台湾社会的进步哈，过去一些不公平的就今天被揭示出来哦。我想这也是我当年在转行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期待。